顾秋怡没有说再见，她的一句拜拜道尽了心中所愿。若不是为了叶晨，她不会做什么歌星。虽然她在这方面天赋很高，但依旧谈不上热爱。她的核心原动力是找到叶晨。在与叶晨偶然相逢之后，她就已经萌生退役。此刻在舞台上，漫天彩带挥洒而下，与飘落的雪花加在一起，美到令人窒息。而顾秋怡却只是向台下挥挥手，鞠了一躬，随后便站在升降梯的入口，迅速消失在了舞台上。待那漫天彩带逐渐飘落，人们才发现舞台上已经没有了顾秋怡的身影。这一刻，全场灯光亮起，场馆内的音响响起了工作人员的提示：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请观众有序离场，切莫拥挤。离场时请将垃圾随身携带，谢谢您的配合。粉丝们很少有人动，反倒是在座位上哭成一团。那些港台歌手动不动就搞一个退出歌坛演唱会，虽然明知道用不了几年就会再重新复出，但粉丝们依旧会在告别演唱会上哭成泪人。顾秋怡与他们不同，大家都知道，她退出之后一定不会再回来了。萧初然也忍不住流下2行热泪，他心如刀割，因为他知道，这场演出过后，他与叶晨最后的读秒时间又少了3个小时。叶晨愚钝地以为，他的眼泪是为顾秋怡而流，于是便柔声安慰：好了，老婆，别伤心了，生活就是不停地迎来送往，朋友家人是这样，追星也是这样。萧初然擦去眼泪，轻轻点了点头，随后站起身来，道：我们回酒店吧。好，叶晨答应下来，牵起他的手，与他一起离开演出场馆。酒店就在场馆不远处，两人一路在大雪中走回去。回到房间时，已经将近晚上11点。萧初然找到酒店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将自己订好的蛋糕送到房间，对叶晨说：还好，还来得及回房间给你过生日。叶晨微微一笑，与他一起回到房间。工作人员很快将蛋糕送来，一并送来的还有2瓶上等的红酒。萧初然订的蛋糕是一个洁白的爱心形状，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装饰，也没有什么特别俗气的祝福语，只有一句话 Love of my life， 翻译成中文最合适的说法应该是一生挚爱。叶晨知道这一行英文一定是萧初然向蛋糕店要求的，这一刻他心中感动不已。虽说两人是包办婚姻，但经过这些年的艰难险阻，看来终于是有了真正的情感。叶晨故意问他：老婆，这行字是什么意思啊？萧初然看着他，有些羞涩地问：你是真不懂，还是故意装不懂？叶晨笑道：懂是懂，但还是想听你说出来。萧初然笑了笑，故意说：这行字是一首歌的名字。说罢，他打开手机，在音乐软件上搜索一番，随后轻柔的音乐响起，婉转悠扬的声音从手机扬声器中传来： Love of my life， You've hurt me， 一生挚爱，你伤害了我。 You've broken my heart and now you leave me， 你让我心碎，又离我而去。 Love of my life， Can't you see， 一生挚爱，你难道不明白？ Bring it back， Bring it back， 把爱带回来，把爱带回来。 Don't take it away from me， because you Don't know， 别把它从我这里带走，因为你不知道 What it means to me， 它对我的意义。 You will remember this is blown over， 当这一切都平静了，你还会记得。 And everything is all by the way， 每件事都如愿以偿地发展着。 When I grow older， 当我渐渐老去， I will be there at your side to remind you， 我还会一直在你左右提醒你。 How I still love you， 我仍深爱着你。这首歌的歌词平静又凄美，完美贴合萧初然此刻的内心，同样也是他最想跟叶晨说的话。而叶晨虽然听得懂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可他却没想过这其中有什么深意。除此之外，他的思维也有些恍惚，因为他记得小的时候妈妈也常听这首歌，只是那时候自己年纪太小，记得不是很清楚。
于是他有些惊喜地问：老婆，这首歌叫什么啊？听起来特别的耳熟。萧初然指着蛋糕上那行英文字母，说：这就是歌名。叶晨又问：是谁唱的？萧初然说：英国的一支乐队，叫皇后乐队。皇后。叶晨恍然大悟，我知道了，就是那个唱 We Will Rock You 的乐队。是。萧初然点点头，问他：你以前听过这首歌吗？听过。叶晨如实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听过，但那个时候不知道叫什么，后来也没有再听到。萧初然微笑道：这首歌很好听，但是有年头了，应该50年以上了吧。这么久，叶晨念叨一句，却并没觉得惊讶，毕竟20多年前妈妈就常听这首歌，他猜得到这首歌一定很有年代。萧初然此时把蛋糕摆在酒店房间的落地窗前，插好了一根数字2和一根数字9的蜡烛。随后他看了看外面被大雪覆盖的城市夜景，对叶晨说：老公，许个愿吧。叶晨点点头，坐在他的对面，闭着眼睛，以歌声为伴，虔诚地许下心愿。这个生日愿望是他下意识想到的，他希望自己能早日铲除破清秽语吴飞燕，早日向萧初然坦白身份，并求得他的原谅，然后和他一起平平淡淡的生活。几十年后，萧初然会慢慢变老，自己要是时机的再向他坦白修道者的身份，多给他准备些回春丹，与他厮守100年。许下愿望之后，叶晨睁开眼，对面的萧初然有些好奇地问：老公，你许了什么愿望啊？要许什么酒？叶晨笑着说：是关于咱们俩的愿望，因为这个愿望的结构太复杂了，所以心里默念的就多了一些。萧初然莞尔一笑，说：那真是辛苦你了，快吹蜡烛吧，我还等着跟你说生日快乐呢。好。叶晨笑着将蜡烛吹熄，萧初然拿起红酒，对他说：老公，你来分蛋糕，我来倒酒，今晚陪你喝几杯。叶晨欣然答应下来，随后两人端着酒杯轻轻相碰。萧初然眼眶湿润，柔声说：老公，生日快乐，希望你心想事成，健康平安，长命百岁。叶晨重重点头，感动道：老婆，你也一样。萧初然端着酒杯，微笑着说：干杯，干杯。叶晨与萧初然极少有机会坐在一起喝酒，不过今日在温暖的酒店，看着窗外的雪景，再加上特殊的日子，两人的内心都有了几分畅饮的渴望。2杯酒下肚，萧初然已经有了微醺的感觉，人感觉轻飘飘的，但却没有什么不适感。相反，这种飘飘然的感觉竟让他感觉有几分放松与舒适。不消一会儿，两人便平分了一瓶750毫升的红酒。萧初然脸颊绯红，却又拿起了另一瓶红酒，准备将其打开。叶晨赶紧劝他：老婆，你已经喝不少了，别喝了。萧初然摇摇头，说：难得有这么个好机会，把这一瓶也喝掉吧。叶晨说：喝这么多，明天会头疼的。不怕。萧初然微笑道：明天反正也没什么事，我们也不着急立刻回去，对不对？叶晨一时无言反驳。萧初然又说：在一起这么久了，还没这么正式的给你庆祝过生日，今天是第一次，索性就多喝一点，好不好？叶晨心想，萧初然跟自己在一起，倒也不怕他喝多了，自己随时可以帮他化解部分酒力，最大限度缓解和减少酒精的后遗症。他既然想喝，那就不妨陪他再喝几杯。于是叶晨点点头，算是默许。萧初然打开酒瓶，又为叶晨和自己倒了半杯，举杯说道：老公，这杯酒我敬你，我和你一样，也是第一次结婚，而且婚姻是爷爷一手包办，没有经验，也进入不了状态。过去几年时间里，我有很多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还请你多多见谅。叶晨笑道：老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当年我那么穷困潦倒，你也不嫌弃我，爷爷走后，全家人都羞辱我，希望我早日滚出萧家。
你是唯一一个不对我落井下石的人，我真的非常感动，谢谢你这些年为我所做的付出。萧初然抿了抿嘴，微笑着说，这么多年，你为我爸妈以及这个家也没少付出，要谢也该我谢你才对。叶晨赶紧摆手，夫妻之间还这么客气做什么？都在酒里了。萧初然点点头，笑着说，那干杯吧。两人喝着酒，聊着天，心中感觉到的都是前所未有的轻松。2瓶红酒下肚，萧初然已经有些上头，好在他现在的身体素质比一般人要好得多，所以倒也不至于醉酒。萧初然看着空空如也的酒瓶和吃掉大半的蛋糕，便对叶晨说，老公，时间不早了，你先去洗澡，我把这里收拾一下。叶晨说，你去洗吧，我来收拾。不用。萧初然赶紧先一步动手收拾起来，同时念叨着，你是兽性，哪有让兽性干活的道理，你快去吧，我来收。叶晨见他态度坚定，于是也没再坚持。萧初然目送叶晨进了浴室，心跳的速度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快。他看着那2个已经见底的红酒瓶，口中喃喃为自己鼓劲，道，萧初然，既然已经做好了决定，就不要再畏畏缩缩了。